Memories are X-rays, everybody's changing， 幸福还会再会，未来依然很美。我轻易到黎明，光就是你自己。Paradise on sunrise, paradise in memories lost with you. Play with fire, light the matches, gone for high, quick to panic， 穿过这绝望，心若向阳，开满希望。哦，虽然只是小小微光，也要努力媲美太阳，闪亮的你自带幸运光。Memories are X-rays, everybody's changing， 幸福还会再会，未来依然很美。我轻易到黎明，光就是你自己。Paradise on sunrise, paradise in memories lost with you。乐观开朗 is you。温柔倔强 is you。It's all you。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别幻想了，算了，走吧。我刚刚真想给他推到斜坡上，然后就那么一放手，完美。为了个渣男把自己搭进去，值得？当然不啊。但是如果院长也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。为了一个渣男牺牲自己，不值得。如果我决定要离婚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会。梅姐，你一会儿千万不能心软啊。我知道。这家律所靠谱吗？我们要不要多问几家？先咨询看看吧。这个律师是我的朋友，咱们什么都不懂，先看看他怎么说，包括财产分割什么的。家都没了，争这些有意义吗？家没了，不是才分割财产的吗？对呀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如果张伟成犯浑，我们就先把家搬空，你家那些冰箱啊、洗衣机啊、电视机啊，全部拿走，你管他值不值钱，恶心死他！你幼不幼稚啊？你要真想恶心他，能不能弄点大件儿，房子、车什么的？就你说那些东西，张伟成会在意吗？房子、车、存款什么的，贷款留给他。今天见律师就要说这些吗？感情都没了，不就剩算账了吗？冬梅姐，离婚就是算账啊！真的，这些不丢人。我要是离婚，哼，对方连条内裤都别想从家里给我拿走。
会儿是你自己进去，还是我们陪你啊？你们陪我一起吧。OK。你一会儿少说话啊。是你想离还是他想离？是我。婚前婚后财产都有什么？比如车子、房，工作收入是多少？有没有其他的灰色收入？为了避免对方恶意转移财产，甚至还要了解清楚他有没有经济纠纷、债券、债务、股票和基金。我只知道一些明面上的事儿，其他都不太清楚。刚开始可以理解，不过之后你就要着手准备了，包括你想得到什么，对方是过错方吗？不算是吧？那他同意离婚吗？应该不同意。如果未来你要起诉离婚的话，那你现在就要开始收集过错方的证据了。收集什么呀？比如对方出轨，是否有相关的音频、视频和对方承认出轨的录音、开房记录等等，能有什么尽量收集。在起诉离婚时，我可以帮你多争取财产的分配。那如果对方没有出轨呢？那赌博、酗酒、家暴，最好是有验伤报告。另外，你有孩子吗？没有。那你离婚的理由是因为感情破裂？反正对方不是什么好人嘛。我觉得你还是替我们多争取点财产什么的吧。要是这么麻烦，既然什么都争取不到，那就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想离了，还是要净身出户啊？绝对不能净身出户。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我们离婚律师也不是万能的。如果对方是过错方，那我建议你协议离婚，趁对方还在离婚的愧疚期进行谈判。起诉离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电视剧里演的那些女的，一离婚得到所有的车和房，还能重新开始，那都是演的。真到了离婚撕破脸的地步，比仇人还夸张。所以前提，你要有独立的生活能力，还要花时间成本去打这场官司。这是建议，也是经验。要这么复杂吗？结婚可能容易，比如要彩礼、嫁妆，总归是件高兴的事儿。离婚也容易，比如出轨就很容易，成本很低。但真的要去面对离婚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，你要准备的远远比结婚多得多。所以，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，都要慎重，别草率。我现在手上的案子，光证供就这一大摞。结婚是两个人确认过眼神，离婚，光证词就把我们律师的眼睛看瞎了。天哪，我要恐婚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结婚是一张纸，离婚可是一本书。所以现在离婚冷静期就是为了防止冲动离婚。大概我知道了，我想先回去想一下。那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。那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，如果真想离，你掀桌子的事儿。小样儿，你还挺能说呀。看来今天这钱我是赚不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在感情和婚姻上，咱俩都是耐不住性子的人，但你这朋友啊，是耐得住性子的人。所以今天你带他到我这儿，就是怕他后悔吧？不是，就是不想让你赚钱。哎，你欠我的饭我都给你记着呢啊！三队。冬梅啊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先不离婚。雷总，你怎么倒戈了？我从一开始
就不是很赞成啊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不过，我觉得确实不用急着，现在去追求一个结果。一个结果。我虽然没结过婚啊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婚姻是个挺神圣的事儿。离婚很简单，换个证儿。但是我们羡慕的那些相伴一生、相濡以沫的人，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吗？我相信一定有，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修复，我们选择了放弃。其实我觉得你是个有经营感情能力的人，所以给自己点时间，也给大家点时间，别草草的决定自己的未来，好吗？我明白，我会仔细考虑的。不离了，真的不离婚了？多梅姐是不敢。应该不是不敢吧？我觉得是没想好。婚姻都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守着干嘛呀？多梅姐这么年轻哎，难道以后日子都要过得像他们说的婚姻合伙人那样吗？婚姻合伙人？哪儿你说的那么简单？两个人合伙开公司还要志同道合呢。婚姻合伙人可不是没有感情的合作关系。拿你来说吧，对方有钱有颜，但是你们两个人就是没有爱，你会跟他一起合伙过日子吗？当然不啊。多梅姐现在还爱着张伟成呢。从他主观陈述和我的客观判断来讲，应该是爱吧，只不过应该不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爱情。但是爱情本身就有很多种样子呀，比如说年轻时候的激情满满，中年时期的共同成长，或者是晚年时期的互相陪伴。那这样子不就变成他们说的，爱情到最后都变成亲情了吗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但是这种亲情肯定不同于我们对待父母或者是我们对待子女的亲情。这种亲情没有血脉相连，也是有它专属性质的。反正我觉得张伟成不配，配不上多梅姐。你爸还觉得晴天配不上你呢，让你跟晴天分手，你愿意吗？我不。所以我们着急没有用，主要是当事人怎么看。哎呀，但是我怕他吃亏呀，替他着急。你的心情我懂，焦虑我也明白。但是你要相信，多美是聪明的，因为她明白，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不做决定。或许时间久了，心里面有了方向，自然也就有了选择。我还应该憧憬婚姻吗？当然要憧憬了。婚姻生活可以让你很甜蜜，当然也会给你几条皱纹。坦然接受岁月给你的馈赠，才是女性应该有的能量。那我的偶像，你婚礼的时候记得叫我。我的婚礼吗？会有的。金总监，听说你要走了，我来送送你。谢谢。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谁知道呢？来日方长吧。他是在等你吗？我们约了要跟客户一起吃饭。如果你不想去，我可以跟他说。你都离职了，哪能帮得上我啊？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，我能帮到忙的，给我打电话。哪能处处都要你们帮忙啊？我不得给自己找条出路不是？
这个能送给我吗？它会让我想起你帮我的日子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晴天，那是初七上了唐总车吗？没救了呀！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他选择了这条路，我们没有资格评价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回什么家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已经谈好供应链了。今天反正你也没事嘛，对吧？下岗后迅速就业，陪我拉货去。想不到第一个给我介绍工作的人竟然是你啊！不过这事儿打电话、发微信或者发个邮件都可以啊，干嘛非要请我吃餐饭呢？我请？我给你找工作还得我请你吃饭，这顿你来付。我现在无业游民哎。雷总，你就别傲娇了吧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这条件真的没地儿找去，不管年薪、福利、股权，对方都不讲究。这你都不去吗？我都心动了。但是他们不让我参与公司发展方向，我去干嘛呀？参与什么发展方向？你栽了一次还不够吗？要我说，咱们就是一高级打工人，你经验高，能力强，找一条件好的店让人吸血，不比开疆辟土后被资本连锅端了来的容易吗？真的，你别抻着了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其实吧，我挺无所谓的。我现在又不缺钱，也不想工作，就想好好休息休息。要是实在没钱花的时候，我就把木兰说的股份置换点出来。哎，你好好干啊，别给我干破产了，回头我拿不着钱。雷总，你这么说话，你不怕被网友骂成筛子呀？不差钱还敢辞职，牛还是你牛，这点我是真佩服你。哎，我给你带了一八卦好消息，可以让你开心一下。什么呀？陈彼得离婚了，听说是主动净身出户走的。他娶了一白富美，智商能低吗？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肯定是什么都没有捞着，才会离这个婚的。你觉得我会开心？不然呢？且不说你俩之间那些事儿，就冲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，你不应该鼓掌叫好吗？不费吹灰之力替你报了一箭之仇。还好吧。你要非说报仇的话，我倒是觉得，知道他要结婚的时候，我挺解气的。陈彼得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的，有能力，有野心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。但是，他靠入赘来获得职场位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之后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，或者是获得的所有成绩，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，这对他才是真正的折磨，而且是日日夜夜的那种。现在他选择离婚了，那就说明他放开了，也想通了。我觉得只要斗志还在，以后他会混得不错的。你可真是太大度了。请问你是钛合金做的吗？你竟然什么都不在乎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像你这样祝福前任。那应该是还在乎吧？真要是桥归桥，路归路的时候，对方做什么你都会很平静的。说实话吧，到底为什么要给我推荐工作？因为欣赏，加上有私心。我也不是活雷锋是吧？我给你介绍的这工作呢，他们是我想攻克的新客户，如果你可以去，他们会感谢我。这个单子我也可以拿下来。另外，未来和我对接的人还是你，3赢。你还真是诚实啊！我把你当朋友啊！我谢谢你。范范，范范，你进来一下。哎，这下可完蛋了！人家那么大一明星，
听说还是广告商费老鼻子劲儿请来的呢。可不是嘛，这次特严重，花那么多钱拍的广告，被厂商直接给打回来了。哎呦，不止，听说艺人直接在现场翻脸了，说咱们审美不行，经纪人现在还不依不饶的呢。咱们就甭跟这儿替古人担忧了，这横竖出事儿了，有上面的人挺着呢。砸锅了呗，我是背锅侠。安总让我去跟艺人团队挨个道歉。让你去啊？哎，你去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他怎么不去啊？哎，我可记得了，以前每次这种级别的项目，那雷总都是亲自纹丝不动在现场盯着。安总跟雷总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咋想的？光羡慕贼吃肉，看不见贼挨揍。就是照着葫芦画瓢，他也不至于这么安排呀。他是不是以为这一步登天，就真的坐享其成了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看，遭殃了吧？自求多福吧。那边是厂区，哎，车间在那边。你的办公室到了，就在这儿。就是这个吗？对。这样，您先休息，有事儿呢叫我。12点了，是不是大家该吃饭了？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买个饭？那您想吃什么？就简单点，我想吃红米饭、锅烧鸡蛋，再加一个软煎牛排。没有也没关系，没有的话，墨西哥海鲜饭也可以。我们这附近呢只有快餐。这样，我让厂里边的司机呢去新城给你买。不用了。那你们平时都吃什么？我们这儿啊，附近有一个老兵快餐，经济实惠。要是2人份的话，还送配咖。行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吃吧。行，那你先休息。辛苦了。没事。对了，家里最近有好事情。有什么好事啊？我们家在老城区的那个房子要回迁了，回迁款少说也有200-300万了。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，付一个房子的首期，这个钱绝对够了，给你们小夫妻俩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。这种事儿，您和伟琛商量就行了。我干嘛要和他商量啊？我和你商量，咱娘俩商量才行。妈妈今天来，绝不是为他来求情的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站你。伟琛人古板，就大男子主义。你照顾了他这么多年，按说你现在开始工作了，他应该多体谅，多分担分担家里的事儿才对。可是你看看他，总之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妈妈完全支持你。你知道吗？最近我和你爸爸去查过身体了，这血糖、血压都很高。人岁数越往上走，就越希望看见自己的小辈能生活得平平顺顺的。好吧，不多说了。一会儿找伟琛谈谈吧。你给我揣钱，多少片子我帮你看一下啊。喂，晴天，你怎么开始傲娇了？什么叫考虑？人家 HR 今天让你来上班，不是？你知道我为了让你进集团付出多大的代价吗？你们公司人怎么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啊？喂，晴天。
正好炖了汤，一块喝汤吧。我刚才跟你妈在一起。啊。那既然家里人都知道了，我们谈谈吧。好啊。你想谈什么呀？我找律师咨询过了，要是离婚，如果我不要房子的话，车可以给我吗？没有如果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离婚，这个家没有我的份儿是吧？你跟我离婚，你想要干嘛呀？和你初恋男友在一块儿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所以你觉得我跟你离婚是因为别的男人啊？不是，但我们生活不能遇到个坎儿就离婚吧。我也不想再跟你绕弯子了。过日子遇到坎儿，就想着绕过去，不去解决。可你觉得真的能绕得过去吗？婚姻除了忠诚，还有尊重和坦诚。你觉得我是那种随意把离婚放在嘴边的人吗？你知道我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吗？体检报告是我作假的，不能生育的是我，对不起。知道我骗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但是如果只因为我骗了你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，那你真的爱过我吗？爱过这个家吗？你这么做真的太狠了。我太狠了。那如果我没有去做体检，然后就一直被你蒙在鼓里，那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就要一直活在自己不能生孩子的痛苦和煎熬当中。说严重点儿，你不只剥夺了我的生育权，还剥夺了我的知情权。所以到底是你狠，还是我狠？可是我也一直在跟你说，生小孩我们别太急，来缓解你的焦虑，不是吗？可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真相？就为了你那可怜的男性自尊，为了面子，所以一直欺骗我，欺骗你妈，还有我妈。承认自己不能生就那么难吗？那我们结婚，总不能只为了生孩子吧？女人不能生，男人提出离婚就理所当然。可男人不能生，女人提出离婚
就不能理解了吗？朵梅，这些年，我已经习惯每天能够看得到你，每天可以吃你给我做的吃的，连你身上的味道我也都习惯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。那你留恋的是你的习惯，并不是我。不是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除了这件事情骗了你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话要说，还没说。你有气，可以朝我身上撒。你想要孩子，我们也可以去做试管，我也可以接受治疗，只要你不离婚。你眼睛里也有抱歉和不舍的快闪。给我们一点时间吧，我今天没办法给你答案。就像什么都没发这家是你的，努力的掩饰该怎么说我怎么。的错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还记得最开始我们也曾不顾一切。I love you。来啦！我们来啦！快进来吧，家里有点乱啊。不用换鞋了。哦，好。天哪，你这是受刺激了转性了呀？还好吧，感受一下生活。我还以为什么购物节到了呢。我们多多这个狗窝也太少女，也是。没人说女强人不能少女心是吧？对呀。冷静也不代表冷酷。雷总。就为你这改变，我们得喝一杯。哎，暂时不要叫我雷总啊，我还没答应董事会回归呢。还有，我戒酒了。别呀，酒不能戒呀。收件人萌萌小雷达，这是你吗？怎么样啊，这名字？我一直觉得这名字挺好的，但是就是刚才去收快递的时候，快递小哥竟然问我说：“请问是萌小姐吗？”让我有点社死。你要不是休假，我估计我这辈子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了吧？不好看吗？不仅好看，还耐看。喂，快递吗？好嘞，我马上下了啊。沈总，到。可不可以帮萌萌小雷达去拿一下快递呢？收到，萌小姐。谢谢。水杯递给我一下。这花果茶，养生茶。来，你怎么样啊？昨天是快刀斩乱麻了，还是刀刃被卷了？唉，都不是吧，也没什么明确的结果。就是他哭着求我说不要离婚，我呢就平平静静的在那收拾东西。觉得自己挺无情的。真正无情的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
我昨天收拾的时候，就把那些证件铺在床上，有结婚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护照、学位证。你说每一个上面都写着我任多美的名字，可为什么这几年我就只看中那个红红的结婚证呢？因为爱呗。那你呢？耗了这么多年的青春，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个副总裁的位置上，就这么的轻易的放弃了？不会的，我是不会被一个名字圈住的。女人嘛，本来就是有很多面的呀，而且有很多身份呢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打算做一个新的雷碧给你看看，要不要？我已经看到了。我的龙小姐呀，你买的啥呀？怎么了？这什么呀？哦，可能是多功能料理机。你要料理，还多功能？对啊。不要小瞧我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出图了，在月泽那儿。那我俩就当试吃员，吃现成的。好啊，反正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们心里啊，你都只是雷丽。结婚证还有名片，拴不住我们的名字。结婚证和名片我都蛮想要的，但是就算我有，也是我拥有他们，他们也不能定我，对吧？我炖了个苦瓜汤，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上晚班容易上火，喝点苦瓜汤去火。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就算苦瓜有再多的好处，你都吃不惯这味儿。其实，之前我在家里吃过苦瓜，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苦，而且吃了以后，我觉得五脏六腑都醒了，喝汤也觉得特别入味，而且还有一丝的甜。我记得大学毕业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每天上班都要坐公交车。后来买了个二手车之后，好像就没再坐过了。我好像到庆安之前就没坐过公交车。
近日，网络上盛传的职场性骚扰视频的高管已被公司辞退。木兰说，已经第一时间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了信息。我们不禁发问：可这样的视频是谁拍的呀？不知道。打着为女性群一个找到自己名字的女孩。原来举报唐董的人是初七，这一次，他终于选择了站出来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视频让唐董经历了一次彻底的社会性死亡，也被董事会开除，永不录用。而经历了职场风波的初七，选择了回到象牙塔，再次深造。安岩与陆董的秘密终于被公司知道了，他们双双被公司开除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陆董最终与安岩结婚。这双鞋到底适不适合安岩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而我决定接受董事会抛来的橄榄枝，进入我职业生涯的下一站。至于高旭，也许在未来，我们还会遇到更好的彼此。沈佳楠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小沈总，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创业。现在的他已经没了初入职场的青涩，但偶尔还是会有标志性的暴脾气。不过现在，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一物降一物的晴天。拥有事业的人多美，终于摆脱了张太太的标签。原来平淡、坦诚、放弃算计，才是一段美好婚姻的起点。他决定再给张伟晨一次机会，也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。新的生活总要到来，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，只要继续前行，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字。眼神在闪烁，谎言也无处可躲，仿佛在诉说，是爱再见吧，牵着你搬出你枷锁，失去了不必遗憾。疲惫、委屈、伤疤，次次的撞杀，才让人变得心寒啊！叹息、轻轻语言，这样吧，渴望的、惧怕的，全都是你。疼痛不需要倔强。互相珍重吧 No 告别的桥段缱绻不舍，无力失重了，告诉自己别犹豫，言不如尽失望，南墙要回头，没有人是谁的等他，叹息凝望，语言这样吧，转过身关上门也换了人，期待吧，漫漫长夜总会